如果你想要去环岛的话，有5个千万要注意的位置哦。大部分骑士在出发之前，都会先骑去专业的维修厂，给专业的人员做检查。也有人觉得说，我平常都好好的啊，我每年都没有保养。但是，如果你已经先学到这些基本知识的话，是不是可以更安心呢？所以这就是我今天要介绍给你的5个千万要注意的位置。第一点，轮胎这部分是要提醒你，轮胎记得要充气。以我自己的例子来讲，每个月大概平均掉2点 PSI， 但是如果骑越多，它掉的速度会越快，所以时常要稍微检查一下，大概1-2个礼拜检查一次。那出发之前当然更要检查咯。还有要注意的部分就是轮胎的纹路，纹路里面它都会有安全线。那如果你轮胎表皮已经磨到里面纹路的那一条安全线的话，那就要注意咯，可能要换轮胎了。如果你真的想要知道你的轮胎胎压应该要打多少的话，可以参考一下自己轮胎的胎面，它上面会有稍微标注一下它的胎压到底是打多少会比较好，我打多少之间会比较好。那如果没有的话，可以照上面的名称上去网络搜寻，或者是直接打电话询问维修技师，会比较快速哦。第二点，刹车。在刹车的部分是要提醒你，如果你刹车的油杯里面的油不够，或者是说它的颜色跟你当初的颜色是不一样的，跟你当初加进去的颜色是不一样的情况下，那有可能也需要更换哦，避免造成一些有可能的，比如说我自己碰到的现象就是说，热退，我踩刹车的时候突然间就没刹车了。我怎么踩都没用，怎么踩都是失灵的，非常危险，而且我还是在下山当中，害我赶快找地方停下来。第3点，水箱，通常这不用太注意，也有可能说你到大保养的时候才要再增加一些新的那个水箱水，但是实际上你在环岛出去玩的时候，你有可能会塞车或者是你遇到停停走走的情况，或者是大热天。如果你的水箱水本来就已经快要干了之后，你又这样子骑出去，其实对你的车子会影响很大哦，有可能因为过热造成引擎缩缸哦，这点请特别注意。第4点，电瓶，如果你的电压掉到甚至10伏特的情况，你就有可能连发动都会有问题哦。在电瓶的部分是要提醒你查一下你自己电压是否足够。普通的检查方法就是发看它能不能动，但是有的人他可能很久没有骑，它可能会发很久才会动，那你可能就要注意你的电瓶的电量是否足够。那如果你有装电表，或者是你有3用电表的一些车友的话，你可以去看看，在未发动的情况下，大概是14伏特上下都算是正常，除非你有加装其他设备。第5点，链条，在链条的部分是要提醒你，如果你的链条下垂太厉害的话，就有可能造成跳链的情况。那是比较危险的，有可能骑一骑你的链条就会跳掉了，那是蛮危险的一个状况。这种可能是你链条松了，太久没有去处理，那这部分要特别去注意哦。在这边跟你说一下，本来第6点我是想加上去的，那就是换挡系统，前面5点可以自己检查。第6点没有加进去的原因是因为换挡部分太严重了，这个是直接进厂维修的。虽然说自己也可以检查部分，但是还是交给专业技师来检查会比较安心哦。还有非常开心看到你，也请你在我下面按下订阅及分享。那我们下部影片见喽，拜。